大家好，我是13N。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討論一下如何調整你的鏈條鬆緊度。那我上一次在幫 WR 清洗鏈條上油的時候呢，我有先講說你要怎麼先檢查你的鏈條是過鬆或是過緊。那冷砧板也是一樣，把車子這樣側柱架好之後，然後去從兩個齒盤中間鏈條在後搖背下面這邊，你就往上提跟往下提，然後去看它的最大的距離。那重點是你鏈條是要選它最緊的那個部分，因為鏈條並不是每一個部分鬆緊度都完全一樣。你就車子可能往前移動一下或往後移動一下，去找它最緊的部分，然後去做，看它調整。好，那你上下提之後呢？因為冷砧板它是手冊說是2到3公分之間，所以我就去看是不是在這個標準範圍內。那如果比3公分多的話，就表示鏈條太鬆；比2公分，然後還要再緊一點、再少一點，代表鏈條太緊。好，那我這邊冷砧板鏈條就是有點鬆了，所以我需要把它調整。那調整呢，當然需要工具先把後輪後摇背那邊鬆開。那这冷砧板還不錯，它在置物箱裡面，它在工具包啊都有可以用的工具。好，那你翻開來之後呢，就看到你要的工具了。那呢就可以把右側那邊的螺帽給拆下來。那在拆螺帽之前呢，它上面有一個collar pin， 它就是防止螺帽鬆脫，然後插進去裡面的一個小針。那你把它搬開拿下來之後呢，就可以把螺帽調鬆了。當然，因為你用它配的工具是可以辦到，可是比較辛苦，因為它那個施力點不好，所以我是用我自己的工具，然後直接套上去，然後左右各一邊，那就把它調鬆。調鬆之後呢，它後剎車部分也會一起變鬆，可是這沒有關係。然後調鬆，你就可以看到你後搖背最後面有2個螺絲，左右各都有螺絲。那它的最外一層就有螺帽，然後是算是卡榫這樣。那你要先把那個卡住的卡榫的那個螺帽先鬆開，左右一起先鬆開。好，那你後搖背的螺帽鬆開之後呢，你前面那個螺帽就是用來調整後輪跟你後摇背上的距離。那其實調整的重點就是把後輪的距離往後拉的時候延長，車長拉長一點，你的鏈條就緊；你往前推靠近車子引擎，鏈條就鬆。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原理。那左右螺帽在調整的時候呢，兩邊記得都要用一樣的距離，這樣你左邊後輪調整的時候才不會歪掉。好，那你調鬆，它就會往後；你調緊，那輪子就會往前，相對你的鏈條就會鬆。所以要注意這一點，你可以調一下，然後感覺一下。好，那你轉完的時候呢，就去前面檢查一下鬆緊度，覺得是不是夠，是不是剛好。那如果你位置調整啊，你不確定左邊是不是一樣的時候呢，車子這邊還有刻度可以看。所以你只要刻度兩邊調整一樣，那應該就是沒有問題。好，我剛剛說應該就是沒有問題，原因是因為那個刻度那個你去調整的時候，你會發現它其實有點 free play， 就是它左右其實會有點晃動，它並不是很精準。所以你左邊如果刻度跟右邊刻度調一樣的時候，你發現還是有點偏差。所以那其實並不是最好的方法，它就是算是一個參考而已。所以你如果今天在左邊要轉，右邊要轉的時候，你的螺帽轉多少圈，然後或是轉多大，你就自己要記起來，兩邊要調整一模一樣。可是好，如果今天你真的覺得好像調歪了，沒關係，你可以從後面後輪，然後再去看後輪，然後對那個你的鏈條，那看跟前面的齒盤是不是正的，因為歪的話其實很明顯。那有些人可能會就是想要很精準的話，你可以去買儀器，然後專門去看鏈條它是不是夠直，跟前面一樣。那這樣就把你後轮就沒有歪。那或者是一般人可能像我就直接先目測看，然後或者是再拿一把尺，然後放在鏈條邊直接去架，然後看是不是前面夠直，這也是沒有問题。最好真的再就是把那个卡榫外层的那个螺帽把它拴緊，然後確定它位置不會變。
然後再來你把你的後搖背整個跟剎車後剎車都一起鎖緊。哦，鎖緊的時候呢，當然你要注意它的磅數，那所有车有寫。那如果你有那個扭力棒的話，你也可以去調整。好啦，那調整鏈條鬆緊度就是這樣子，希望對你有幫助啦，謝謝大家。